来人参加死星天赋觉醒试炼，竟惊掉了军方大佬的下巴，并不是因为他觉醒了最新隐藏职业命运之轮，而是他将偷渡者们全部斩杀了。偷渡者作为各国最顶级的暗杀者，专门偷渡到他国试炼区域虐杀新手，用恐惧来削弱他国未来的潜力。因为每个被杀的新手都会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，有的甚至会精神崩溃，从此一蹶不振。100年前，一颗名为鬼星的诡异星球突然降临蓝星之外，大部分动植物变异成可怕的怪物，人类的科技瞬间没了用武之地，很快便陷入了灭绝的危机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发现了通往鬼星的传送门，探险者们只要通过传送门，就能以数字形态传送至鬼星，那里就是一个超大的魔幻世界，诡异的生物，狂暴的魔法，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。简单概括，就一个类似 VR 游戏的世界。更让人兴奋的是，在鬼星上获得的力量可以带回蓝星，就这样人类有了抗衡兽神的力量，一个新的时代由此诞生。各种职业百花齐放，有人觉醒武徒，全身都被金光笼罩，一拳能崩灭大人；有人觉醒成医生，可以为队友治疗，也可以用毒帮助队友提升实力；也有人觉醒成刽子手，躲在阴影里搞暗杀。但鬼星觉醒的职业与准备的材料有关，想要觉醒已知的前10职业，至少要花费5000万。也就是说，穷人翻身的机会渺茫。为了让男主江凯觉醒，患有肺痨的哥哥每天打25份工，妹妹也辍学去饭馆刷盘子，还得忍受不良少爷的骚扰。可江凯此时只能躲在石头后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这鬼星的新手试炼简直就是地狱难度，和他一样的也大有人在，更多的则是哭着找妈妈。在这里想要活1分钟都很难，而想要完成转职觉醒，最少也要待个5分钟。没过多久，江凯绝望地发现这片区域只剩他一个人了。他不甘心，自己倾家荡产来到死星，可不是来送死的。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为了家人拼一把，去拼那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。为了不葬身怪物口中，他直接跳下了万丈悬崖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眼前出现一个弹窗，由于你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，恭喜你触发了100万分之一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，祝贺你完成转职，祝贺你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命运之轮。等江凯落地后，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受伤，反而前面受的伤都好了。下一秒，他前方的空间就出现一道裂缝，一个美到冒泡的小姐姐就出现在他面前。因为你及时转职成功，刷新了基础属性，相当于满血复活。江凯猜测他是与鬼星一同存在的 AI 智脑，接着他就亲自给江凯介绍命运之轮的职业天赋。首先是加倍，你得到的系统奖励和惩罚都将加倍，并有1%的几率触发超级加倍，奖惩将翻到10倍。由于加倍天赋的缘故，因此江凯又获得了第2天赋。这幸福来得有些突然，江凯都快被砸晕了。别人转职后都只有一个，他江凯祖坟冒青烟了，拥有2个。小姐姐告诉他，第2个天赋是超级暴击，由原先的2倍暴击伤害变更为200倍。虽说暴击率只有1/1000，但要是能提升暴击率的话，他未来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存在。而这个幸福只是开始，他发现自己的4项基础属性加起来有36点，而正常人转职后一般在20点。小姐姐告诉他，这也是因为他的加倍天赋原因。江凯立马开始展示他幼儿园的数字天赋。这么说来，别人升1级能获得10属性，而自己翻倍就是20，这不就是说自己升1级相当于别人升2级？接着他就发现盒里插着一柄武器，但怎么看都是刚才人脸兽手上拿的那把。江凯毫不犹豫的就征用了。这么看来，给大哥赚到医药费不再是梦，说不定还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系统提示他务必在7天内赶到圣药城完成新手任务，但是想要平安抵达圣药城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得穿过怪物遍地的试炼区，途中被杀则转职失败，然后将被传回蓝星。虽说这种看似代价不大的死亡，但也只是对有钱人来说而已，穷人则很难凑出第2次转职的材料，所以他必须要一次通过，因为他没有退路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江凯顿着声音找去，发现果然是自己的好兄弟原著。此时他正被3条陆行蛇包围着，这种蛇可是有剧毒的，要是被咬上一口的话，也就可以宣布此次转职失败。原著只能边哭边抵挡，最要命的是他天生胆小，最怕的就是蛇。江凯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，自己的好兄弟怎能见死不救？原著虽然害怕，但是他知道凭他们是战胜不了这些蛇。他让江凯快走，江凯让他别害怕，接着就将手中的武器扔了出去，一条陆行蛇瞬间被钉在地上。原著都惊呆了，说好的不可战胜啊！江凯之所以会一击得手，多亏了原著吸引了陆行蛇的注意力，但是现在换他被盯上，原著觉得江凯完了。这陆行蛇的敏捷可是很高的，但江凯的表现让他大吃一惊，竟然险之又险的躲开了。原著不知道的是，现在的江凯看似1级，其敏捷其实是2级的水准，要躲开1级陆行蛇的攻击完全不在话下。对自己的实力有了清晰认知后，他让原著继续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找机会给他们致命一击。原著对他可是100%的信任，虽然早就预料到江凯可以解决掉另外2条，但原著还是再次被震撼到了。江凯却有些疑惑，自己明明是力量低的敏捷职业，却能做到1击秒杀。看来人脸兽的钢刺还是新手区里增加力量的好装备，也许这也印证了那句话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劫后余生的原著趁他想得入神之际，一把从后背将他抱住，差点把江凯的隔夜饭都勒出来了。
凯哥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传说新手只有被怪物杀的份，哪有新手杀怪的呀？江凯算是怕了他了，急忙将他推开。那是我运气好，觉醒了新的隐藏职业命运之轮，你可千万得替我保密。命运之轮虽然不知道是啥玩意，但兄弟的职业也不赖。没想到原著竟是武徒，这可是圣耀国排名前5的职业，难怪他能在3条蛇的围攻下存活这么久。但是武徒转职材料起码需要5000万。这家伙不会是借高利贷了吧？原著表示绝对不是，等有时间再慢慢给他细说。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把这些蛇的尸体收集起来，听说可以卖不少钱，在鬼星上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卖钱。原著来鬼星的目的也是想赚更多钱，帮家里改善生活，而鬼星上的尸体、装备之类的物品会在掉落后变成卡片，以方便探险者们收取。经过刚才一战对比，似乎命运之轮比武徒要强很多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漂亮的粉发妹子出现。你们好，我叫苏暖暖，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，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组队？这顿时将江凯两人吓了一跳。抱歉，我们都是自身难保，再带上你恐怕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我是医生职业，可以为你们治疗，要是碰上这种毒蛇，我也可以提取毒液，帮你们的武器增加攻击力，求求你们不要丢下我。妹子一副楚楚可怜的哀求道。原著闻言觉得这个职业太酷了，能奶能毒。江凯没想到又遇到一个10大高级职业，新手试炼确实很需要治疗，刚才自己要不是靠转职满血复活，怕是真的挂了。行吧，欢迎加入，我叫江凯，他叫原著，我们一起去圣耀城吧。原著见他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，八卦之心熊熊燃烧起来。凯哥，你不会是见色起意了吧？江凯闻言有些无语，画面一转，蓝星圣耀国江中城18号鬼星登陆门基地内，眼镜男正在研究数据。突然一个紧身衣的紫发小姐姐走了进来。李教授，目前新人的情况如何？我妹妹怎么样了？来人是新人试炼教官苏兰兰。从目前腕表的定位来看，很大一部分人都被淘汰了，而你妹妹正在和2个人组队。闻此，苏兰兰冷汗直冒，自己再三叮嘱她千万不要组队。难道是她胆子小找人组队了吗？因为试炼里聚集的人数越多，越容易引来怪物。基地内的苏兰兰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这下难办了。1只人脸兽就可以屠杀新人，碰上2只，暖暖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。虽说鬼星上的死亡相当于游戏里的角色死去一样，并不会对蓝星上的本体身体造成伤害，但那种真实的极致死亡体验会给人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。怪物快跑啊！我亲眼看到怪物把我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吃掉。苏兰兰觉得自己有必要立马去给妹妹找好心理医生，可她才跑2步就被叫住。你妹妹没事，而那2只人脸兽被他们杀了。这顿时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撼到，但事实由不得他们不信。就在3分钟前，面对突然袭来的人脸兽，3人撒丫子就跑。可原著他们的敏捷并没有江凯高，胆小的原著边跑边哭，妈呀，这是啥玩意？苏暖暖告诉他是人脸兽，别说话快逃。江凯一个急刹车让他们先走，他来断后，这样跑下去他们3个都得死。原著的泪水不知道是哭的还是感动的，这就是自己的兄弟。只见江凯一跃而起，钢刺直接刺入了人脸兽的身体，他也没想到会成功，可下一秒他就被人脸兽砸了出去。看来一击做不到秒杀，被激怒的人脸兽再次向他扑去，嘴里还发出怪叫。江凯不甘心，自己的新手试炼难道真的就要死了吗？原著站在一旁全身发抖，苏暖暖则捂住嘴哭泣。柱子，凯有危险，我们回去救他吧。此时原著则陷入了内心交战，他恐惧到抖得更厉害。原来原著之所以能转职成武徒，是有一个神秘人给他送了价值5000万的转职材料。神秘人明知道他面对危险时比常人还恐惧，但是他发现一个原著的特有的品质，那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，他绝不会怯战离开。为此他爆发了，直接向2只人脸兽挥动了拳头。在他强力的爆发下，2只人脸兽被轰飞800米。凯，你特么就因为我胆小，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？江凯没想到原著在外界刺激下战胜了恐惧。我们是兄弟，兄弟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人脸兽再次受到了原著的暴击，地面都干裂开了。虽然他能一击打倒人面兽，但造成的伤害有限，这就是武徒的控制力吗？与此同时，苏暖暖也开始给江凯治疗，让他坚持住。江凯很是震惊，苏暖暖可不是战斗职业，他回来干什么？他说他是医生，哪有医生看见伤员独自走的？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。他不想江凯他们步他父亲的后尘，当年父亲就是在受潮中失去了医疗支援才牺牲的，而他现在的队友需要支援，他怎么可能丢下他们独自逃走？下一秒，江凯就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好了。既然你们都不怕死，那咱们就大干一场。可是就算3个人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杀死人脸兽。突然，江凯想到了一个主意，他记得苏暖暖说过他会提取毒液，可以涂在武器上增加攻击力。说干就干，他拿出陆行蛇的尸体，让苏暖暖边提炼边帮他们治疗。这对苏暖暖也是个巨大的挑战，但现在是拼命的时候。苏暖暖的效率很高，几乎是秒将毒液涂在江凯的武器上。江凯也希望他的计划能够成功，但他如今仍旧扛不住人脸兽的正面进攻，只能靠援助了。苏暖暖觉得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这么看来他们3人刚好是游戏中的盾胆输出组。新人又怎样？配合好了照样能做到反杀。江凯提着武器再次冲了上去。柱子，给我控制住1只人脸兽。没问题，只要我们3人凝聚成一个团队，各司其职，就算身为新人杀手的人脸兽照样得死。
江凯再次将钢刺插入了人脸兽的身体，系统弹出提示，他成功击杀了一只人脸兽，并获得了5的经验。三人没想到他们真的成功了。另一只人脸兽见同伴被杀，顿时怒吼一声。反观此时江凯三人自信满满，号称不可战胜的人脸兽都被他们杀了，解决掉剩下的一只也不是问题。三人再次配合起来，对人脸兽发动了攻击。人脸兽的结局可想而知。对此，基地内的苏兰兰毫不知情，还在猜测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。根据腕表显示，原著和苏暖暖都不可能，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江凯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看不到他的职业。苏兰兰都惊呆了，查不到职业，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居然能轻松杀死2只人脸兽。江凯再次将2只人脸兽收起，接着三人就很没形象的躺在地上笑了起来。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没想到凯哥能急中生智，真的太帅了。苏暖暖握紧了小拳头，现在我们能猎杀人脸兽，应该能稳稳的到达终点了。原著也在这么认为，但江凯却不这么认为。着啥急呢？现在到达终点圣药城的时间还很充足，我们先不着急去。原著2人闻言一愣，满脸都写满了问号。江凯让他们不要担心，并告诉他们若能在积分榜上排进前3，就会得到军方颁发的奖励装备，而且军方奖励的装备都很不错，对新人在鬼星的发展帮助巨大。现在他们拥有猎杀怪物的能力，为何不争取一下？所以现在可以把积分刷一下，再把军方的奖励拿到手，更能升级，简直就是一箭双雕。苏暖暖2人显然没有想过这些，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能平安到达终点就烧高香了。就说人与人的脑子怎么就相差这么大了？既然好兄弟都说到这了，原著也只能舍命陪君子。作为盾的他依旧是诱饵，但嘴还是很硬。虽然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可你让我引这么多陆行蛇，我的人会不会就先没了呀？江凯也很理解他，让他胆子大一点。你可是武徒，能扛能打，不是还有他和苏暖暖吗？想死都没那么容易。在他们战术的配合下，瞬间就解决掉3条陆行蛇。但鬼星上有个规则，那就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经验，所以江凯的计划就是让自己先吃经验升级，这样才能保证队伍的安全，然后再带他们2人一起抓。在他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下，聚集的陆行蛇总算被他消灭干净，他的等级也成功升到2级。由于加倍效果，他的属性点翻倍，江凯也笑了起来。一天的努力终于升级了，江凯，恭喜你升级了，快说说升级后属性都变了啥？我升级加了20属性点，目前总属性56点，还算凑合。2人闻言如遭雷击，世界观都崩塌了。多少？原著瞬间脸都变形了。他知道正常人升级后也就10属性点，但江凯怎么特么就20点？他瞬间觉得自己的武徒职业不香了。苏暖暖也好不到哪去，56点都相当于4级的属性点了，而他只有可怜的12点。江凯告诉他们是职业特殊性而已，但要是碰上惩罚也是翻倍，再次叮嘱他们记得替自己保密。苏暖暖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，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与此同时 ，AI 智能小姐姐再次出现。由于江凯升至2级，再次触发加倍天赋，因此他将获得2个技能。原著2人再次破防，技能还特么能翻，真的好强。这个时候不标句国粹都表达不出羡慕嫉妒恨。第一个技能就是鬼手飞牌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% 的穿透效果，投掷卡片类物品时物品卡除外，穿透效果提升 200%， 但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%。职业技能2，鬼眼专注，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提升 50%， 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%。2个技能都是可升级的，而且2个都是远程技能，看来这个职业还挺适合江凯的。江凯觉得现在的自己能一拳锤死一头小母牛，他准备带他们去打更强的怪物。原著觉得这波让他装到了。就这样又过了2天，苏兰兰发现自己的妹妹还活得好好的，看来那个叫江凯的很厉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大惊失色的兵哥哥跑了进来，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，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，请立即警戒起来。苏兰兰和李教授闻言大惊，上头检测到 L 国这次又派偷渡者入侵我国新手区，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，你们必须抓紧做好应对准备。来人是江中城区最高指挥官魏婴。苏兰兰闻言有些不敢相信，于是又问了一遍。魏婴也很无赖，要是假的他也不会来这里。苏兰兰觉得坏了，偷渡者可是 L 国的一群专门虐杀他国新手，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。而鬼星新手试炼的规则是，高级玩家不能进入新手试炼区帮助新手，所以新人都只能靠自己通过试炼。但 L 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，他们可以通过偷渡者职业潜入他国新手试炼区，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们会用残忍的手段去虐杀他国新手，以此彻底摧毁他们的性命，从而遏制他国新手的数量。一想到妹妹那么胆小，要是遇到那帮畜生的话，他都不敢想。魏婴叹了一口气，做好新人的心理疏导准备吧。偷渡者的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，所以对于这次的新手试炼，咱们要做好无人生还的准备。随着江凯3人的深入，一阵沙沙声引起了江凯的注意。见江凯神情严肃，原著也紧张起来。怎么了？那边有东西。接着江凯就举起手中的钢刺，苏暖暖2人都是一脸不解。那边的位置刚才他们已经走过了呀，明明什么都没。江凯告诉他们更远的地方。他直接发动了鬼眼专注，随即就将钢刺投掷出去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看来是命中猎物了。江凯立马跑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原著都怀疑他魔怔了，明明啥都看不见，能中什么？直到他们走近，发现竟是一只野猪，原著被啪啪打脸。卧槽，你是鹰眼啊，这么远都能看见，而且都能击杀2级野猪了，没什么好惊讶的。
这是升级后的新技能。目前来说，鬼手飞牌增加了他投掷物的伤害，而鬼眼专注就相当于叠加了望远镜和慢放的特效，让他的攻击打得更远更准。毫不客气地说，他现在就相当于一个狙击手。此时的他还差一点就能升到3级，看来还得去别的地方杀怪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旁边的河里开始咕噜咕噜的冒泡，下一秒就从河里冒出好几个人，一看面相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江凯几人大惊，询问他们是什么人。几人直接拔出了腰间的佩刀，嘴里还恬不知耻地说道：“别怕，孩子们，我们不是什么坏人，我们只是想给你们做个免费的手术，简单的刨开胸膛，把你们吊起来风干，或者把你们包皮后引来人脸兽，把你们慢慢舔舐而死。”苏暖暖一语道破了他们的身份，偷渡者。而他们这次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，就是要他们这些圣药的所有新人无法通过试验。江凯两人闻言大惊，根据腕表探测显示，对方最低都是3级，最高的甚至有5级。江凯也是感觉压力山大，人多就算了，还有5级的，现在他的属性也就相当于4级，想要对抗他们的话，除非他能升到3级，但偷渡者们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时间，直接下令展开攻击。江凯瞬间就有了计划，让原著和苏暖暖一队，他们分开跑。偷渡者们认为他们不过如此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于是让2个3级的去追杀江凯，剩下的人则慢慢的去折磨原著他们。江凯在密林里不要命的狂奔，2名偷渡者在他身后紧追不舍。这一切看似正常，其实一点也不正常。突然他们发现江凯的身影消失了，2人还觉得江凯在和他们玩猫抓老鼠的游戏，顿时兴奋起来。突然一根钢刺射向他们，来了！这小子还想反抗，但是垃圾新人的攻击我挥挥手就能防住。他话音刚落就飞了出去，手中刀也断成了2截，这可将他的同伴惊呆了。喂，蚁人怎么飞了？你没事吧？可当他看清时，同伴已经被钉死在树上，他身后的大树也断成了2截，一击就死。这就是偷渡者吗？好像没有想象中强啊！吓得他急忙查看江凯的属性面板，随即他就露出见鬼的表情，自己3级才45属性点，而江凯这家伙才2级，居然有60点左右。腕表直接给他发出危险警告，江凯可不会给他震惊的时间，原著他们还在等着他呢。在江凯的急速攻击下，偷渡者连反抗的时间都没有，直接跪在江凯面前领了盒饭。2名3级偷渡者被反杀，也预示着江凯现在相当于4级探险者。刚才之所以分开逃，就是方便他各个击破，因为他还差一点就能升3级。就在这时 ，AI 智能小姐姐再次出现，你成功击杀偷渡者，可拾取被击杀者的腕表，并可以在击杀者消失前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。目前你击杀了2名探险者，每人可掠夺100点经验，你掠夺多少，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。竟然有这种好事，这也太香了！江凯直接选择掠夺，他也成功升到了3级。江凯呵呵一笑，他的总属性也达到了76点，而5级的偷渡者估计也才60左右。他也总算有了回去救援助他们的实力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他的猎杀时刻。此时援助2人很是凄惨，偷渡者们则围在周围露出变态的笑容。苏暖暖觉得江凯被2人追杀，他真的还会回来吗？原著斩钉截铁地说他会，他深信江凯绝对不会丢下自己不管。偷渡者们看他挣扎的差不多了，下令其他人把他们的皮包了。突然2柄短刺刺穿了跑得最快的2人，苏暖暖瞪大了眼睛，原著则嘿嘿一笑，他就知道那个小子不会放弃他们。偷渡者首领见同伴连续被杀，气得让江凯有种出来和他单挑，可江凯并没有回应他，他急忙扭头到处张望，试图找到江凯的藏身位置。突然他想到了江凯可能是一种全新的职业，他也开始恐惧起来。面对那种未知的存在，只有逃才能获得一线生机。苏暖暖都看懵了，刚才不是还嚣张到不可一世吗？现在却要逃跑，但他想逃也得先问问江凯的意思。折磨了他的兄弟想跑没门，除非把命留下。他手中钢刺化成一个光点飞了出去，逃跑中的偷渡者瞬间被打穿身体，巨大的能量从他胸前喷薄而出，偷渡者直接跪在地上。至此江凯总算解决了他们。江凯才一出现，苏暖暖就直接扑了上去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柱子哥他伤得很重，我已经无法治愈他了。凯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，但这次我可能真的没法跟你们走下去了。”苏暖暖闻言哭得撕心裂肺，江凯则直接将一个还没咽气的偷渡者砸在他身上。柱子，你特么在这唧唧歪歪的叫唤什么？原著顿时感觉翔都要被砸出来了。苏暖暖一脸懵逼，脑袋都出现了短路。别磨蹭了，我专门给你们2人留了6个没杀，现在赶紧补刀，可以掠夺他们的经验升级满血复活。原著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事，那自己刚才那波不是白装了？接着就露出邪恶一笑。偷渡者闻言都吓得全身发抖，这还真是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只见3人都露出邪恶的笑容，刚才被怎么折磨了？现在他们要还回去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可是龙国的传统美德。原著异常兴奋，这种美德他可得狠狠地彰显。与此同时，偷渡者的数据中心哀嚎一片，各种警告成片的弹出，太恐怖！圣耀的新人反过来把我们全杀了，比我们还残忍，我还降级了。廖国的高层震惊了2秒半，这什么情况？偷渡者们被虐成这样，难道他们出现了新职业？此时龙国的高层也好不到哪去，魏婴将军惊到杯子都掉在了地上，苏暖暖的姐姐也没好到哪去，
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三人还升级了。魏婴将军直接跑了出去，快给我看暖暖小队的数据！将军再次瞪大了眼睛。苏暖暖和原著都是3级，而江凯就提供了一个名字，职业和等级都不明。苏暖暖一看就不对劲，他妹妹是非战斗职业，而武图前期也很菜，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能，偷渡者都是被江凯所杀，但这也太离谱了。魏婴的直觉告诉他，就是江凯做的，但他的信息一片空白，是怎么回事？刘教授说他知道原因了，那是因为江凯使用的还是初代腕表，功能什么的都不齐全。魏婴闻言呵呵一笑，有意思，随即下令让人去搜集江凯的资料。而原著在解决几个偷渡者后升级满血复活。苏暖暖跟他一样，两人都达到了3级，也解锁了新的技能旱地践踏，可以让原著轻松的击飞他附近的人。医者仁心使苏暖暖的治疗能力变得更强，原著顿时嘚瑟起来。凯，你说我现在已经比你高1级，能不能像你一样虐偷渡者？你在想屁吃呢？才3级就想虐偷渡者，我现在可是4级，你看看我的属性。闻言，原著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你小子刚不是还2级吗？怎么升到4级了？96点属性，相当于8级冒险者了。刚才逃跑时杀了2个偷渡者，就升到了3级。回来又杀了10个，所以升到4级了。原著不曾想装逼不成，反而成全了江凯，他有些受不了。苏暖暖问江凯下一步怎么打算？我之前听到他们那个队长说他们是偷渡者2队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猎杀偷渡者1队吧。两人闻言都是一惊，此时1队的人正在嘲笑2队都是废物，竟然被团灭了。殊不知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，唯一清醒的队长让他们不要掉以轻心，他们也得防着点，免得阴沟里翻船。很多人不以为意，防啥？新手区封顶就是5级，而他们全都是5级，谁还敢来送人头？话音刚落，密林中就有一个人冲向他们，一看对方是个新人，男人顿时笑了起来。但他的同伴猜测就是灭掉2队的人，毕竟这个地方新人能活着就不错了，哪里还能升级？原来江凯3人找到1队后，先是在林中观察了一会，接着他就率先冲了出去。在他想来，与其被动防御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见只有江凯一个人，队长也没敢大意，让队员保持队形，只要将他拿下就是大功一件。江凯没有想到这些老六还怕死，竟然不单独追出来，在他们的计划里，由他去引诱几名偷渡者跟来，然后原著用旱地践踏震飞几人，江凯再抓住机会将他们击杀。但现在偷渡者都追了上来，还拉成一条线，原著肯定不能一下击飞所有人，这样的话就做不到将他们团灭，看样子只能执行 B 计划了。江凯随即就掉头向他们冲去，见江凯冲向他们，偷渡者都以为他脑子进水了，这小子是被吓到慌不择路了吗？那就给他醒脑。江凯也第一次受伤，但他并没有停留，而是往他们扎堆的地方跑。偷渡者们都搞不懂他有何意图，施展急去穿梭在他们中间，这次连他们队长都懵逼了，这小子在搞什么飞机？更让他想不通的是，这小子明明才4级，是如何躲开他们所有攻击的？就算击中，也只是擦破袖子而已。不对劲，队长！他话音刚落，手臂上的腕表就发出警告声，发现江凯的敏捷已经爆表，单敏捷一项就超过30点。队长闻言大惊，你搞错了吧？我5级也才20点左右，可我怎么砍到他的？但他们相信腕表不会出错，随即他们就反应过来，那小子是故意被他们追到的。队长大惊，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队员们闻言也是大惊。江凯呵呵一笑，一帮二傻子，终于发现了呀！可惜你们的队形已经被我打乱了，现在已经聚集在一起。突然，一道身影化成一道金光跃入空中，竟是原著爆发了。只见他全身被金色的灵气包裹，在空中俯瞰着偷渡者们，接着快速的发动了旱地践踏，地面瞬间4分5裂，偷渡者们都被震飞向四周。江凯趁机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尖刺，等的就是这一刻。接下来就是他的猎杀时刻。偷渡者们中招后，像雨点一样掉落在地上，总算一次性解决了。原著觉得他就是个变态，9个5级啊！江凯一次性全灭了。他一共掠夺了2000点偷渡者经验，成功升到了5级，也达到了新手区的最高等级。原著两人都羡慕坏了。我靠，你就封顶了！江凯让他们放心，自己吃了肉，还给他们留了点汤。等他们吸收后，江凯决定带他们去刷怪升级。原著两人顿时兴奋起来，终于轮到他们刷怪升级了。3人穿梭在密林中，江凯让他们都提高警惕，越靠近终点，怪物的等级越高，要是有新手 BOSS 出现的话，他们要小心应对。就在这时，3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只见地上躺着2具人脸兽的尸体，但让人奇怪的是，他们身上有很多咬伤。江凯直接展开鬼眼专注，眼中命轮转动，只见有金光闪过，似乎是一只金色的生物干。原著两人闻言都有点懵，啥金色生物能搞死2只人脸兽？那玩意不会袭击我们吧？就在这时，一道金光击射向他们，苏暖暖率先发出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原著。他没有想到金色生物真的盯上了他们。金色生物袭击原著两人后，又转向袭击江凯。此时苏暖暖衣衫破碎，原著手臂也受了轻伤。眼看金色生物冲向江凯，都在提醒他小心，可下一秒，两人就呆愣了2秒半。只见金光在江凯面前消散，下一秒，江凯手里就捏住一个小东西，正面一看，竟是一只金色的老鼠。此时老鼠一脸懵逼，不知道为何这次怎么失手了。什么？这么快的速度，居然被凯抓住了！苏暖暖也是很吃惊，竟然随手抓住了。江凯一脸疑惑，你们觉得这东西快，不就是一只肥肥的胖老鼠吗？老鼠闻言不乐意了，混蛋，你骂谁又慢又肥，被你抓住不过是本大爷大意了。
江凯顿时来了兴趣，哟呵，你这小老鼠好像不服气啊！接着他就松开了握住胖老鼠的手，胖老鼠也被他的举动惊呆了，接着他就更加愤怒了，你小子瞧不起谁呢？竟敢小看我！下一秒，他就展开急速对江凯发动了攻击，援助彻底破防。凯，你小子放手干嘛？那可是咬死2只人脸兽的！不等他话说完，胖老鼠再次被江凯握在手里。没事，他对我来说太慢了。说完又放了胖老鼠，接下来他就和胖老鼠玩得不亦乐乎。胖老鼠在江凯的鬼眼下，1秒被抓住10次，援助彻底服了。还有这么快吗？苏暖暖直接被圈粉。几分钟后，胖老鼠举白旗彻底臣服，援助羡慕坏了，好兄弟竟然靠手速抓了一只宠物。江凯觉得要是能把老鼠驯服当战力就好了，但最起码能白捡2具人脸兽尸体。江凯直接让苏暖暖援助1人1只，收好了就带他们继续去升级，争取早点让他们达到5级。苏暖暖满眼都是胖老鼠，觉得他好可爱。援助闻言更加确定自己的5图职业不香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戴斗篷的新手终于抵达了试炼区终点，横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巍峨的建筑，这就是圣药城。斗篷男沿着阶梯向大门走去，突然金属城门缓缓打开，3位全副武装的接引官就出现在他面前。这位新人，恭喜你通过鬼星新手试炼，欢迎你正式成为1名鬼星的探险者。为首之人是新人接引官夏涛，接着他就遗憾地告诉他，可惜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第1了。斗篷男直接拍开他的手，长官，我确实不是第1个到达的，但你凭什么认为我不是第1？接着就甩出一堆怪物尸体卡，看到如此多的尸体卡，几人都是大为震撼。要知道排名可是按积分算的，这一堆能换很多积分呢。他一个新人是怎么杀那么多怪物的？男人很自豪地说道，我可是未来玄武公会的高层，皇家2少爷。几人闻言一惊，坐拥玄武公会的皇家，玄武公会可是10大公会之一，这么看来就不足为奇了。那恭喜你了，从成绩来看，你不仅是这次试炼第1，甚至能进入到全国前10。哈哈哈，我黄伟今天把话放在这，拿下试炼第1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1步，可能是暂时第1给了他勇气。他当即放出豪言，接下来只要给我时间，整个鬼星将独属于我的时代。此时江凯几人还在密林中穿梭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没有遇到一只怪物。按常理，越靠近终点怪物越多才对。江凯还以为是被胖老鼠吓跑了。苏暖暖此时还没有从胖老鼠的可爱中走出来，双眼仍旧冒着小星星。下一秒，3人就露出惊恐的表情，只见一双巨爪就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不准确的说应该是一群狼，中间更是有一只新手区的 BOSS 无影狼王。3人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们竟然闯入了无影狼的领地，接着狼群就将他们团团围住。胆小的原著再次泪奔，他觉得自己命不久矣，都怀疑是不是受到了99个前任的诅咒。江凯握紧了手中的钢刺，狼群数量太多了，他一个人的话还能逃脱，但是还有2个拖油瓶，没办法了，只能拼死一搏，自己不可能丢下原著他们一个人跑，只能杀出重围了。江凯率先冲了出去，原著也战胜了恐惧，爆发实力，一下跃入空中，施展出旱地剑塔，狠狠地砸在地上，这顿时打乱了狼群的阵型。苏暖暖则帮江凯的武器附加毒素，江凯直接将鬼眼专注和鬼手飞牌组合起来用，一个大招射向狼王，可惜却被狼王的皮毛弹开。3人没有想到狼王的防御那么变态，受到攻击的狼王对着他们发出一声咆哮，眼角的伤疤让他看起来更加凶悍。有了狼王的命令，狼崽子们瞬间扑杀向他们。苏暖暖秘密部位被一只狼耍了流氓，原著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抓住无影狼的嘴开始撕扯。江凯也觉得很棘手，狼王的防他都破不开，现在狼群围上来他也杀不完。正在捕回笼觉的胖老鼠被吵醒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突然他就发现了罪魁祸首，顿时起床气爆表，从江凯身上化成一道流光射了出去，嘴里还滋滋的叫着，显然是在问候狼王的全家。下一秒，狼王就发出一声惨叫，胖老鼠不但破掉了他的防御，还让他受伤了。江凯满脸震撼，只见狼王身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既然胖老鼠制造了机会，江凯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？毫不犹豫地射出手中的钢刺，狼王果然中招，钢刺狠狠地扎入狼王的伤口。江凯见攻击有效，在鬼眼专注的配合下，逮着他的伤口使劲扎。在江凯的努力下，终于触发了200倍暴击，狼王发出最后的悲鸣，彻底领了盒饭。苏暖暖和原著都露出劫后余生的表情，没想到江凯真的把狼王击杀了。当事人江凯也没有想到，他原本是计划打持久战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触发了200倍暴击。接着系统就弹出提示，恭喜探险者江凯击杀新手区 BOSS 无影狼王。狼群见狼王被杀，攻势一下缓了下来，看样子是要开溜。江凯问他们还能不能打，2人都说能。在江凯看来，没了狼王的指挥，这群无影狼就是待宰的羔羊。原著也是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想想刚才他们的狼狈样，必须狠狠地还回去。群狼在3人的配合下被杀得人仰马翻，苏暖暖全力辅助原著真正的化身战神，而江凯则是生命收割机。没过多久，所有的狼群就被击倒在地。3人也是创造历史般完成了新手纪录，就连毫无战斗力的苏暖暖都觉得自己好厉害。江凯刚才留下了很多残血的无影狼，让原著2人赶紧去补刀，接着他们就要直奔终点圣药城了。当他们抵达圣药城时，都被眼前的城墙震撼到了，城墙内一片繁华。就在这时，胖老鼠跳下江凯的肩膀，接着一溜烟的跑了。江凯表现得很淡定，他也没有想过要控制他，说不定有缘还会再见。
此时新手大厅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接待他们的仍旧是夏涛。长官，我能看看新手试炼区的排名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响起，哈哈哈，真是好巧啊，没想到我家的清洁工也来参加试炼，不如让我来给你看排名吧。江凯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这货，哟，我们都是第一，不过老子是排名第一，而你则是倒数第一，看看这帮废物，这成绩也好意思问，都是一些1分都没有的废物。江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妹妹为了攒钱让他来鬼性，到黄伟家打工，还要时不时的防范黄伟的骚扰，更可恶的是，黄伟这个人渣还时不时的拿重病的哥哥来羞辱他，那些刺耳的话至今还回荡在耳边。你哥是病狗，而你是软蛋。袁柱率先忍不住了，黄伟，我劝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江凯则一把将他拉住，只听他说道，各位不好意思，我在此宣布所有人的排名要重新排了，因为前3被我们3人包了。众人闻言笑得更起劲了，发什么神经？3个倒数要包前3，靠嘴吗？长官，我看他们该做心理辅导了。可下一秒，他们的嘲笑声就戛然而止，所有人表情相当精彩。只见江凯3人掏出上万张尸体卡，黄伟整个人都傻了。最让他震惊的是，还有新手去 buff 无影狼王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那几个废物能猎杀这么多魔物，甚至是无影狼王，这绝不可能。江凯呵呵一笑，是不是真的？排名会告诉你。下一秒，人群就在大喊排名更新了。黄伟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前3的位置刚好是江凯他们3人，但这还没有完。长官，请问击杀偷渡者有积分吗？说完，3人就掏出大量的腕表。夏涛见状大惊，什么？竟然是 L 国的腕表！黄伟到此时还没弄懂什么是偷渡者，哈哈哈，这下露馅了吧？新人怎么可能击杀偷渡者？果然是一帮骗子！各位，这次试炼哪有什么偷渡者？你们看到了吗？顿时就有很多人附和，没有，完全没有遇到。长官您看，除了他们，没有任何人看到过偷渡者，他们一定在造假，建议取消他们的成绩并严查。顿时群情激愤，处理，严查处理，快严惩这帮骗子！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就传入众人耳中，偷渡者出现过确实是事实，只是还没来得及通知大家而已。一个穿着制服的高大男人就出现，来人竟是江中城区最高副指挥官卢俊。一开始我听见这个消息也很意外，但上头让我来亲自嘉奖江凯3人，说明此事千真万确。黄伟闻言豆大的汗珠挂满了全脸，既然军方证实了，那肯定是真的。江凯，军方为了奖励你们解决偷渡者危机，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装备奖励。原本第2、第3的奖励由 B 级提升为 A 级，而江凯的则由 A 级改为 S 级。几人闻言都露出兴奋的神色，其他人闻言都呆愣在原地。开局就有这么好的装备，从江凯的鬼星小课堂中得知 ，F 级为最差装备 ，S 级则为极品，一般 B、C 级就已经是很好的装备，而 A 级和 S 级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。黄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江凯得到 S 级装备就算了，还将他踢到了第4名，不公平，这成绩一定有问题，他们一家下等人凭什么超过我？江凯脸色再次沉了下来。黄伟，你还不服气吗？连军方都证实了，还有我警告你别侮辱我家人。黄伟闻言直接召唤出了武器，老子有说错吗？你们一家就是低等的贱民，你哥是病狗，你妹就是个女仆，而你就是一个被我按在墙角打的杂碎，你凭什么骑我头上？说着就向江凯冲去，别忘了你妹妹还在我家打工，小心哪天我把她……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江凯已与他擦肩而过，下一秒黄伟就瞪大了眼睛，脖子上出现一道血线，好家伙，竟被江凯一剑封喉！围观众人大惊，当事人黄伟更是一脸不可置信，这家伙竟然敢对他动手，难道他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吗？江凯发出一声冷笑，你这畜生都放话要对我的家人出手了，我管你是谁，在这末世，家人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有人敢动他们，我不管是谁，我都会宰了他。黄伟闻言吓得浑身颤抖，江凯像没有听到一样，用钢刺直接将黄伟钉死在地板上。黄伟到死都没有想明白，自己会因为一句话就被当场钉死。系统提示他可以掠夺6点经验，江凯眉头紧锁，才这么点，大家族都这么穷吗？周围人群顿时炸开了锅，这家伙胆也太肥了，居然敢当面杀皇家少爷。卢俊则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，其实他刚才是可以阻止的，但他没有，不愧是将军看中的人，有血性，就是稍微莽撞了一点。各位，是黄伟先出手挑衅的，江凯属于自卫反击，此事就告一段落吧。江凯，你们3人跟我走吧，我带你们去领奖。4人来到一处凉亭，江凯3人直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奖励，卢俊让他们快打开看看。苏暖暖的奖励是一枚生命玉石，要知道这可是医生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。卢俊也点了点头，有了生命玉石，体质、精神各加15点，并对治疗和制药有加成效果，很不错。原著也很是兴奋，他得到的却是一套皮甲。卢俊也在一旁补充道，黑岩溪皮甲，防御、力量各加16点，还能降低 16% 的伤害，是攻守兼备的优质装备。接着就轮到江凯开宝箱了，苏暖暖却显得比他还兴奋，才一打开，江凯就瞪大了眼睛，里面竟是9把精致的飞刀，而且是需要用鉴定卡才能鉴定的装备。连卢俊都没想到居然需要鉴定卡才能看的装备，原著也觉得很牛逼。卢俊随即掏出一张鉴定卡，结果很快就显示出来，9节追命 S 级武器，提升9点力量，9点穿透力，9点敏捷，特殊效果，每使用一把9节追命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提升 10%， 最高提升 90%， 触发暴击后
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重置，居然是暴击类武器。新人伤害本来就低，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。三人中最高的装备似乎还不如原著两人的一级，原著也觉得这也太坑了。苏暖暖直接问卢俊能不能换装备，卢俊有些为难道，表示他可以帮忙申请试试。江凯却直接拒绝，他需要的正是这个。或许别人看来这是一套徒有其名的武器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江凯如今的暴击倍数可不是2倍，而是200倍。只要能触发暴击，就算是无影狼王也挡不住。更何况9节追命9把之内必定出现暴击，这么好的武器，傻子才去换。卢俊也不坚持，既然江凯喜欢，那就不换了，并告诉他们试炼已经通过，想回蓝星随时都可以。走之前还特意提醒江凯一句，你要注意，可能有人会去找你，我劝你回家时最好小心一点。江凯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下线后直接骑着自行车回家，迫不及待的要给哥哥和妹妹分享，真想看看他们到时候是什么反应。接下来就是要带大哥和妹妹离开这个贫民窟，他有这个信心。离开贫民窟后，他想大哥的身体很快就会养好，妹妹也不会被那个人渣骚扰，他深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生活嘛，总是有希望的。他打开自家的房门，大哥，英子，我回来了，你们猜我的新手试炼怎么样了？可他没有发现门后的影子。接着他就看到一个男人双手交叉坐在他面前，旁边还有4个壮汉，总共5个人，每个人都像饿狼一般盯着他。坐着的男人终于开口了，哟，小子，你总算回来了呀，可让我好等，听说你小子在新手试炼里可威风了。这家伙竟是黄伟的哥哥黄达。江凯顿时一惊，没想到黄家人来得这么快。卢俊还特意提醒他，可惜他没有当一回事。接着一个男人就推了他一把，啪的一声，房门也关上了。2个壮汉压着他逼他跪下。黄伟拿着棒球棒来到他面前，江凯，你知不知道我弟在鬼星上被你杀了，现在已经送去心理治疗了。要知道只有我黄家欺负人的，从没有人敢欺负到我黄家头上，所以你能让黄伟1个月不能上线，那么我就让你一辈子上不了线。这个黄伟竟然动了杀心，下一秒他就挥动了手中的棒球棒，势必做到一击必杀。江凯瞪大了眼睛，自己就要死了吗？千钧一发之际，江凯身后的房门飞了起来，正好砸在压他的2人后脑勺上，接着直接将对面的黄达3人砸飞。黄达一脸冷汗，什么人敢坏老子好事？江凯，我应该提醒过你，回家注意一点，你怎么就没有当一回事呢？来人竟然是江中城最高指挥官魏婴。苏兰兰直接弹出一张文件，都别动，军方办事。黄达大惊，竟是江中城最高指挥官魏婴亲临，这种大人物怎么会来这种地方？呵呵，我们是为江凯而来，你们似乎惹了不该惹的人呢。黄达闻言满脸冷汗，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江凯也想不通，江中城指挥官这种大人物会为了他来这，听起来怎么那么扯？黄达几人很快就被押上了警车。魏将军，谢谢你们来救我，只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紧张，我们找你也是有目的的。这次鬼星试炼，你与原著苏暖暖表现得特别优秀，他们2人下线后就被邀请加入了军方，我们来此时邀请你的，你是新职业吧？江凯闻言一惊，难道那2个家伙把自己出卖了？江凯，你知道新职业出现意味着什么吧？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很多，每个探险者每升20级都会面临一次转职，其中每次转职，探险者的属性、技能都会发生变化，运气好的会变得更强，运气差的会变得更弱。目前很多职业到了转职后期都废了，所以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，军方一直在发掘新的职业，而你拥有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很强的新职业，所以江凯，军方需要你，我们诚邀你加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没有强迫的意思。很抱歉，在来之前我们调查过你家人的情况，知道你哥需要手术，只要你答应加入军方，军方不但保你一家安全，你哥的医药费军方也包了。江凯闻言陷入了沉思，怎么样，你去鬼星是为了你哥的医药费吧？答应的话明天就来军方报道。苏兰兰说到时候找他就行。看着2人还没有走远，江凯直接告诉了他们答案，抱歉，我不会加入军方。2人闻言都有些意外。江凯告诉他们，加入军方确实是好事，但那只是对确定了的职业而言，比如原著的武徒、苏暖暖的医生，但他是新职业不一样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当时酒鬼职业一时风头无两，军方更是大力援助，但当军方发现酒鬼职业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，直接将酒鬼职业抛弃，让他自生自灭。再看看酒鬼职业的现状，跟个乞丐有何区别？这次是他兴奋过头，疏于防范，也没想到黄家会胆大到直接动手。他表示会尽快搬离黄家管控的区域，最后还是要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。他们兄妹一起相依为命10几年，是不会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，他们更想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完全寄托于他人保护。男儿当自强，苏兰兰还想劝他，人类当前处于末世，你的能力或许能拯救人类，目前人类需要你，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？抱歉，我没你们那么伟大，我只想保护我的家人安安全全的活下去。遭到江凯的直接拒绝后，魏婴并不死心，对于江凯的决定他表示理解，但他还是想争取一下，毕竟这个世界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。于是他提出一个赌约，在这1个月内，军方会保证他大哥和妹妹的安全，而江凯需要在这1个月内赚够他大哥的医药费，证明他有保护家人的实力，这样他就同意他不加入军方，反之他就必须加入军方。当然到时候他大哥的医药费军方也包了。江凯等的就是这句话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，和他一个赌徒打赌。魏婴怕不是裤衩都要输掉，为了不输掉，魏婴他们刚走，江凯就留了张纸条也出门了。
他必须去鬼星打东西赚钱。现在皇家已经盯上这里，必须搬到安保级别更高的区域去住。等下次下线，必须带足够多的钱回来才行。鬼星圣药城内此时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手，每个人都想大展拳脚一番。江凯也换了一身朴素的装备，接下来就是打怪赚钱了。但在那之前，还是先找一个工会加入比较好，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单人去打怪基本就是必死无疑。所以新人探险者都是组队去打怪，说不得还有工会的老人带，而且这样生存几率更高。江凯还在期待自己能加入一个什么样的工会。接待他的是一个小姐姐，并且很遗憾地通知他，目前他不能加入任何一个工会。现在他已经进入了所有工会的黑名单，皇家已经发话，谁要是接收江凯，就是与他们皇家为敌。毕竟谁也不愿意为一个不认识的人平白得罪皇家。江凯闻言，整个人都石化了。此时安全区郊外的选择区域异常热闹，江凯也是头疼。这个皇家真是一手遮天呢，难道自己的冒险还没开始就要结束？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，竟是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小姐姐。看来你是在为去哪个区域打怪犯愁，我可是风水师，可以算出你的最佳去处，一次只需100星币哦。江凯闻言一呆，你要说其他事都可以，唯独不能打他钱的主意。抱歉，我是无神论者。说完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去。小姐姐立马叫住他，你可以砍价呀，80不30，要不免费，算是开业酬宾了。江凯立马变了一副嘴脸，免费好啊，那就麻烦您了，我现在迷信还来得及吧？小姐姐都忍不住吐槽，这人也太抠了，免费立马就凑过来。算了，他就当是熟练技能了。随着罗盘的转动，一抹金光就出现，客人你正处在危险当中，若不想被危险缠上，建议你去国王谷。江凯听了小姐姐胡言的话后，思考了片刻，此时他确实处在危机中，皇家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。新手区都是1到10级的怪，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去那里猎杀自己。太平山道又是15级以上玩家的天下，他现在去就是找死。而国王谷刚好是10到15级，以他现在的实力去国王谷刚好可以应付，而皇家也大概率不会想到他会去那里。他说干就干，走时向胡言道了声谢。胡言小姐姐闻言都惊呆了，不是哥们，你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？我说的是团队啊，国王谷是什么？你一个新人去纯属送人头。可惜他话江凯听不见了，就算听见也不会有所改变。算了，溜了，不关我的事，别回来给我5星差评就行。江凯来到国王谷，早已经将极柄9节追命握在手中，准备随时给靠近他的怪物致命一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兽吼声传入他耳中，竟是一只长着獠牙的巨猿与一队探险者在战斗。看战况，探险者完全不是对手，好在他们人多。根据腕表显示，这是一只11级的巨力黑猿，对他们来说有一定的威胁，但他们觉得拼一把能够干掉他，于是疯狂地对着巨力黑猿输出。江凯躲在一块大石后窥视着这一切。这探险者团队的战斗还真激烈，而且这黑猿看起来好强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得过。突然，江凯感觉钩子一紧，3只大可爱正深情地盯着他，他吓得瞬间倒滑800米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一下来3只，这也太看得起他了。就在这时，腕表发出疯狂的警告，好家伙，3只最低12级起步，最高14级，而天剑小队击杀的只有11级，这可将他们高兴坏了。小平头更是嘚瑟起来，队长，我们4个10级能猎杀11级的巨力黑猿，还没有减员，这战绩是不是能拿出去吹了？当然，也不看谁是队长。可下一秒，几人都满头大汗，显然是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无比震惊的事。只见江凯正一马当先的领着3只巨力黑猿展开100米冲刺。江凯心里苦啊，自己这是闯入他们老窝了吗？原本计划就是单纯的打游击。小平头率先大喊起来，队长，那边居然有一个大战3只巨猿的猛人，而且每只都比我们的等级高，我们要去帮忙吗？蠢货，那人肯定是逞强，一次性吸引3只，现在他一只都干不掉，我们去了也是送人头，我们还是赶紧溜吧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这让猎杀小队怀疑人生，他们拼死拼活才干掉一只11级的，而江凯一人就秒掉一只12级的，他还是人吗？江凯之所以能够轻易做到，是因为他每把追命都有暴击率，打出第5把时终于触发了超级暴击，一只巨力黑猿被秒并没有将另外2只吓倒，反而激起了他们的凶性，死命的追着江凯。江凯对此呵呵一笑，那么下一指9节追命再次打出，正中巨力黑猿的胸膛，这次直接就触发超级暴击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13级的巨力黑猿就领了盒饭，仅存的一只终于变了脸色。江凯也没想到一把就打出了超级暴击，猎杀小队还没从震惊中清醒过来，又再次被震撼。巨力黑猿打出愤怒的吼声，三兄妹出来，现在只剩他一个，回去怎么给妈妈交代？唯有弄死眼前的人类。黄毛不信江凯还能杀了这只14级的黑猿，江凯此时也是消耗巨大，现在只剩3把追命，那就只能赌他在抓住他之前触发超级暴击，一击给他毙命。3把追命形成残影射向黑猿，虚虚实实让人琢磨不透。好在他赌赢了，成功触发超级暴击，这让他兴奋不已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弹出提示，击杀14级巨力黑猿。猎杀小队直接傻了啊！他真的把3只都杀了？10几人以上的团队都很难杀3只巨猿吧？这是哪位大佬啊？江凯收回打出去的追命，这怪物也没想象中难杀呀。3张尸体卡到手，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单枪匹马刷怪更有信心了。接着江凯就一跃跳上山头离去。黄毛见状顿时后悔不已，恨自己没有及时的抱住大佬的大腿。
随即竟然哭了起来。一开始你们谁拦着不让去帮大佬的？真是会死我了！其他人闻言都懵逼了，阻拦的人不就是你自己吗？此时新手区域内，胡言小姐姐正被捏着脖子，人们都是大惊，三个武徒一个一声，竟是皇家玄武工会里赫赫有名的猎鹰小队，他们怎么会来新手区？看着很强的样子，我们搜尽了整个平原，都没有找到江凯。这帮人清一色的20级，听说你最后见过江凯，告诉我他在哪里？胡言被掐得难受，你们找他什么事？哼，这不是人尽皆知吗？江凯惹了皇家，我们是皇家派来报复的，是吗？江凯去了博王谷，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。行，你要是敢骗我们，等我们回来你就死定了。几人随即将他丢下，人们都觉得江凯在劫难逃，那可是一支20级的精英队伍。胡言闻言满脸阴沉，精英吗？对这种没教养欺负弱小的人，算命先生可不会说实话。刚才他就暗中给他们算了一卦，他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大概率是死。1天后，江凯已经独自斩杀了16只巨力黑猿，他的等级已经升到6级。据说巨力黑猿还是挺值钱的，他毫不迟疑地将他的尸体收了起来。他深信，只要坚持刷下去，凑够大哥的医药费不是梦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入江凯耳中：“喂，那边那个小子，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？”接着一队人就走向他。我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，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分，怎么样？你加入吗？团队猎兽吗？但我没有团队啊，就1个人。没关系，我们正巧需要1个人手。看到了吗？这里有4只15级的精英巨力黑猿，他们守的洞里就有精英宝箱，但4只太强，我们只有3个队伍，需要你引开1只，等我们3队分别解决完1只，你就可以回来一起分精英宝箱。据说精英宝箱里有很多好东西，比怪物尸体值钱多了。江凯觉得必须拿下，但对方显然没有那么好心，这简直就是让他去送死，想让他做嫁衣。不过现在他怕是不答应都不行。好，我同意，按照计划，1队1只。江凯率先冲了出去，见有人类冲来，巨力黑猿们咆哮起来，斗篷男让江凯快干事。江凯直接甩出9节追命，距离他最近的那只顿时就中了招。江凯转身就跑，巨力黑猿哪能忍下这口气，直接追了出去。斗篷男没想到他真做到了，直呼他做的不错，这样的话就少了1队分宝箱，现在就能安安稳稳的上了。1队1只，拼命上！江凯被碾得很狼狈，这样太算计人了。这精英黑猿的属性是普通的几倍，换一个普通的探险者来引，几乎是必死无疑。不过他江凯可不是普通人，接着9把追命就甩了出去，巨力黑猿直接不闪不避，伸出爪子就要挠死江凯。下一秒超级暴击触发，系统提示击杀15级巨力黑猿。江凯直呼漂亮，没想到精英黑猿也扛不住他的超级暴击，那么接下来就该那几队人帮他打工了。此时3队人马正在紧锣密鼓的与巨力黑猿战斗，都想早点打完去分宝箱。江凯偷偷的绕到他们的身后，与此同时，算计他的斗篷男就遭到了暴击。江凯趁机溜进洞穴，顿时就被眼前闪闪发光的宝箱吸引住。他也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来了，这个宝箱看起来应该值很多钱，有了它也不枉费他一个人引开15级的精英巨力黑猿。突然，他的肩膀上滴下一滴水滴，江凯浑身打了一个哆嗦，只见一个巨大的脑袋就出现在他身后，狠狠的一拳砸向江凯，地面顿时碎石翻飞，要不是他躲闪得快，此时都变成一滩肉泥了。他还是大意，有宝箱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帮手？竟是20级的巨力黑猿。系统给出的提示是危险等级，为了防止江凯跑了，巨力黑猿直接挡在洞口处。江凯别无选择，3柄追命甩出，只能拼死一搏了。1把追命直接命中黑猿的眼球，另外2把都在腹部。可让江凯震惊的是，打中了，可连他防都破不了。巨力黑猿毫发无损，而他的追命穿透力只有9点，这家伙的防却是23，难道要和狼王一样，必须穿透他的防才能打出伤害？但黑猿可不会给他思考的时间，大手已经高高举起，对着江凯就是狠狠的一巴掌。江凯如炮弹般飞出去，狠狠地砸在地上。此时的他感觉全身肋骨断了48根，嘴里不断咳血，痛，实在是太痛了。这属性相差也太大了，他都怀疑会不会死在这里。而在鬼星上，死亡是要受到惩罚的，1个月不能登陆，而他更是会中大奖，必定会翻倍。巨猿像拿香肠一样将他拿了起来，嘴里更是流着哈喇子。江凯都在想要不要直接向军方认输算了，但这样他们一家都将被迫依附军方。就在他觉得要挂了时，喂，醒醒！他发现自己被一个人抱着，竟然是小时候的场景，抱着他的是大哥。喂，千万别睡过去，要努力保持清醒！大哥撕心裂肺地喊着，表示一定会把他从战场上救出去的。此时周围都是残垣断壁，怪物横行，到处都是逃命声、哭喊声，这就是10年前的兽神战场。江凯都想立马给自己2个大逼斗，自己怎么能想着睡过去呢？大哥和妹妹还在等着自己呢。就在黑猿要把他当点心吃掉时，江凯再次召唤出追命，他江凯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倒下？这里也没床啊！下一秒，江凯就被丢进了黑猿的嘴里，咕嘟一声，他就被吞进了肚子里。但下一刻，黑猿就感觉脑袋要炸了，下一秒，果真化着血雾爆开，接着就重重的砸在地上。江凯成功了。黑猿最大的失误就是把江凯吞到体内，他体表防御高，
但体内却是很弱。随即他就嘿嘿一笑，那么宝箱他就笑纳了。直到半个小时后，3队人马终于把3只巨猿击杀，多亏了那小子引走了1只，不然我们得全灭。但那小子肯定死了。斗篷男觉得这是好事，那小子死了，我们还能少1个人分宝箱。几队人满心欢喜地走进洞内，都认为这次赚大发了。突然，为首之人瞪大了眼睛，洞内空空如也，别说宝箱了，连根毛都没有看到。怎么回事？宝箱呢？金银宝箱怎么没了？老大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我们战斗的时候，我看到那小子偷偷溜进洞内了。什么？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以为出现了幻觉，因为我不认为他能活下来。几队人顿时吵了起来，搞半天为别人做了嫁衣，殊不知你在算计他人的同时，说不定别人也在算计你。斗篷男顿时给江凯来了一通含妈量极高的问候。宝箱打开的瞬间，江凯就瞪大了眼睛，只见里面金光闪闪，大量的矿石和装备。江凯的眼睛秒变钛合金狗眼，嘴里还呢喃道：发达了，发达了！装备和矿石在鬼星可比尸体值钱多了，这下真的发财了。突然，他眼神一凝，里面还有一个装备，竟是一双手套。不管是不是攻击类武器，他先装备上再说。下一秒，一股强大的气势弥漫在他全身，江凯顿时感觉身体变轻了，力量也更加强大了。难道是增加敏捷和力量的装备？随即他就想找个怪物试试，3只短刺甩出。神奇的事发生了，只见短刺上弥漫着火焰，这算个小惊喜吧，竟能在武器上附着火焰。而在鬼星，火焰有很多种，特殊火焰在战斗中能给对手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，而普通火焰的伤害很低，几乎不能拿来战斗，只能用来照明和烹饪，对怪物来说只能是挠痒痒。江凯脸色顿时垮了下来，难道这玩意以后只能拿来烧烤？就在这时，一声兽吼传来，4只18级的精英巨力黑猿就出现，其中1只胸膛上还插着一根带火焰的短刺。江凯暗呼糟糕，中大奖了！一下来4只，刚才对付1只20级的差点挂了，现在4只18级的加起来不比那只差呀。没办法，面对这些皮糙肉厚的家伙，只能给他们口枪扎银针了。眼见戾气袭来，黑猿立马用牙齿抵挡，顿时发出金铁撞击的声音。江凯见状都麻了，这些畜生竟然不傻，还知道护嘴。但攻势并没停止，好洞中地面都开始震动。江凯开始盘算起来，就算他们都乖乖的张开嘴让他扔追命，他的追命也不够啊！难道说他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？此时火焰还在不断的对黑猿造成伤害，江凯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但他想不通，这火苗怎么扩散了？黑猿身上还发出呲呲的烤肉声，下一秒，巨力黑猿全身就燃起熊熊烈火，竟是触发了200倍暴击。黑猿发出一声惨叫，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受到火刑。另外3只只能眼睁睁的看着，嘴里发出怒吼。江凯也懵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与此同时，另外3只黑猿身上也冒出了火焰，接着他们同时被大火吞没，显然都是触发了超级暴击。江凯更猛了，只是一小会，4只黑猿就被活活烧死。系统也弹出提示，他击杀了4只巨力黑猿。江凯回想了一下，他刚才看见火焰的伤害突然从10变成了2000，这不就是触发了200倍超级暴击吗？也就是说，这手套打出的普通火焰继承了他的200倍暴击，并且还能造成2次群体伤害。要知道，普通火焰伤害小，但是这黑猿没有火抗，那么火焰就能无视他的防御，每秒能嘎掉他2000点血条，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群攻神器。现在再也不用担心破不了黑猿的防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他进货的时刻了。接下来的晚上，国王谷火光冲天，简直就是巨力黑猿历史上的至暗时刻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用普通火焰就能把他们烤成牛蛙的人，也没有见过一个只要看到血条就绝不放过的恶魔烧烤师傅，简直就是走到哪祸害到哪。方圆10里，生机绝灭，宝物不留。第二天的国王谷到处都是残留的浓烟，江凯一晚上就做掉了几十只巨猿，他的等级也升到了7级，有追命和火焰的配合，现在的他20级以下无敌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获得了10个金银宝箱，加上几十具黑猿尸体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此时他又想起了原著和苏暖暖，一个人刷怪还真是孤单呢，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。有军方做靠山，想来怎么也比他好。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此时原著正在破口大骂，哪个杀千刀的把国王谷的巨力黑猿都杀光了？来国王谷几天了，一只巨力黑猿都没有遇到，这还让不让人混了？苏暖暖也在怀念江凯带他们刷怪的日子。清一色20级的猎鹰小队竟被10级的江凯团灭了。猎鹰小队丢下胡言小姐姐后，就马不停蹄地寻找江凯。3天后，猎鹰小队看着眼前的巨力黑猿尸体，他们都有些怀疑人生。这几天就只找到眼前的几只黑猿，这怎么看都不对劲。但也有心大，杀区区几只巨力黑猿，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轻而易举。就是黄伟少爷让我们来杀江凯，简直就是大材小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入他们耳中：一人单杀一只，确实不过如此。几人闻言顿时一脸不爽，黄毛像没有看见一样。前几天我还看见一个大神单杀3只巨力黑猿呢，就是那场面真牛逼，一人单杀3只又如何？大概对于你们这种低等级的人来说特别牛逼吧。黄毛闻言露出不屑，对方也懒得和他们纠缠，直接放出江凯的头像。你们有没有在国王谷见过这个人？巧了，这个就是我说的单杀3只黑猿的大神，嘎嘎帅了。对于他们的话，猎鹰小队提出质疑：喂，你们是不是瞎了？看清楚了，这只是一个5级的新人。是啊，别因为嫉妒我们就开始胡说八道。切，不信你们就去找这位大神，我们刚还撞见他要出国王谷了。
女生更是一脸花痴。我还跟大佬打了招呼。男人闻言立马兴奋的要杀人。什么？你们的意思江凯就在这附近？是时候宰了那小子了。快走，都在这破地方转悠好几天了，是时候给黄少爷一个交代。说完拔出黑猿身上的剑。黄毛队伍此时的表情出奇的一致，看起来他们是要去找大神的茬。大神的气质一看就是世外高人，这几人嚣张的气质在漫画里一般都是炮灰的设定。就是此时国王谷的入口已经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议论声。真倒霉，怎么这次来国王谷一只巨力黑猿都没有碰到？哎，据说发生了山火，全都烧死了，等刷新了再进去吧。就是，反正大家都在等，又不是被一人刷光的。江凯路过时都听得有些心虚，3天时间刷光黑猿，他的等级也升到10级，还斩获了19个宝箱，可以先回圣药城卖钱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咆哮起来：江凯，你给老子站住！江凯扭头一瞥，竟是一对杀气腾腾的人走向他，藏头露尾的躲了那么多天，你可让我们找得好辛苦。我靠，这不是皇家玄武工会的猎鹰小队吗？这小子怎么惹到这种精英小队了？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皇家养的狗啊！小子狂妄，你找死！你这下等人也敢惹黄伟少爷，拿命来吧！说着一队人就扑向江凯。面对凌厉的攻击，江凯急忙闪身躲开。新手试炼时是黄伟先动的手，我只是自卫反击，你们确定要对我动手了？哈哈哈哈！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，你知道黄伟花多少悬赏你的人头吗？江凯已经明白和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，既然你们为了利益是非不分，那么我也不必留手了。随即展开了反击，几枚带火的追命与他们擦肩而过，只在他们身上留下一点小火苗，顿时惹来他们一阵嘲讽。可笑，一镖都没中，难道这火苗就是你的技能？哈哈哈哈！我现在都怀疑黄伟少爷真的是你这个废物杀的吗？围观的众人也是大跌眼镜，噗，居然用普通的火焰战斗，这么低的伤害简直丢人现眼，还以为多强呢，这是在给人家点烟吗？江凯则是冷笑一声，我这火焰现在伤害是低了点，但我要让这火苗伤害提高一点呢。男人闻言一愣，不知道江凯啥意思，下一秒他就被熊熊烈火包裹，顿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其他几人大惊，也只能干看着，除了在一旁大喊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队长，但下一秒另一人身上的小火苗也突然爆发，瞬间形成熊熊烈火，这顿时将另外2人翔都吓出来了。此时他们身上也有小火苗，这就是定时炸弹啊！不出意外，他们就出意外了，2人同样被大火吞噬。这恐怖的一幕蔓延在猎鹰小队，吓得他们要找妈妈，但一队人就要整整齐齐，他们怎么可能逃得过？江凯团灭猎鹰小队后，围观众人都被震撼到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此时江凯的身影也变得高大威猛起来，这下好了，你们既然赶着送人头，这份孝心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人们立马惊呼起来，什么鬼？这小子一人就团灭了猎鹰5队，这可都是20级顶配精英队伍啊！我靠，要不是亲眼所见他用普通火焰灭队，我都怀疑他在摆拍。妈呀，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江凯开始回收追命，当然也开始了掠夺经验。短短一会他又升了2级，人们想探查他的资料，却发现他们的腕表没法评估江凯的属性，怎么会这样？突然男人想到一种可能，江凯就是靠道具屏蔽了他人探查的火法大神。火法大神，没错，一定是他，没准他就是火神。江凯闻言也很疑惑，忍不住问 AI 智能，他们为什么都查不到我的属性？因为你赌徒的加倍属性超出普通人太多，这就造成了外人的腕表无法评估。江凯觉得这样也挺好，还省得有人看着眼红，这样也可以姻缘。江凯很快便来到一个交易处，接待的小姐姐无精打采说了句欢迎光临。哎，等了一天只等到一个穷酸新人吗？看来今天的业绩又要垫底了。江凯尴尬一笑，我东西不多，请你核算一下。哎，你这穷酸样能卖多少？让我猜猜看。可下一秒他就瞪大了眼睛，在他面前摆放着几十只巨力黑猿的尸体卡。江凯不得他震惊完，呵呵一笑，再次拿出一堆储物卡片，而这一批是我打到的19个精英宝箱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能看到我吗？想问一下，这些一共能卖多少钱？小姐姐彻底被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我靠，这小哥哥是狩猎工厂来的吗？别人都是按个卖，他却是按批。他狠狠地摇了摇自己的小脑袋，哈哈哈，你不用担心，正巧我是这里的销冠，今天就由我来给你算。内心则乐开了花，我去，竟是个大客户，今天必须拿下。随着计算完毕，共计18万，尸体卡值1万，宝箱能抵17万。江凯都有些震惊，一共18万鬼星币啊，自己是个小富豪啊。要知道1鬼星币等于10圣药币，这样算下来就是180万，大哥的医药费也够了，这让江凯心情顿时大好，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的。这样一来，他与魏婴将军的打赌也算赢了，不用加入军方，可以回去给大哥安排住院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叫住了他，喂，等等，上次白嫖我算卦的那个，等等，竟是胡言小姐姐。那个，上次我推荐你去国王谷没错吧？你应该收获满满吧？还宰了几个没礼貌的家伙。江凯也不否认，是啊，去国王谷帮了我大忙，谢谢你啊。那能不能看在这份上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？行，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你尽管说。没看出江凯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小姐姐有些不好意思，结结巴巴道，那就是，我想加入你的队伍，
请您让我和你一起并肩作战好吗？江凯闻言转身就走。胡言都服了这个老六，这就走了吗？还是那么现实？他也自嘲起来，哎，还是老样子嘛，被军方定义为废物的职业，怎么会有人要？算了，我知道你喜欢免费的东西，你要我身上的装备吗？免费送你，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登陆鬼星了。江凯闻言顿住了脚步，最后一次？你也是穷人吧？你想永远下线，不想继续在鬼星挣钱吗？胡言小姐姐叹了一口气，她也想啊，可是她做不到，毕竟没有一个队伍会要只会算卦的废物。当初她也是趁军方认定风水师是个强力职业时冲上20级，并顺利转职成算命先生。但风水师的天赋只是对天时地利人和感知强些，转职成算命先生也只是多了一个算卦技能。后来军方发现他们没有价值后就放弃了他们，而他们也因为太弱没有愿意和他们组。就这样，他们的等级一直停滞不前，没人带队打怪，他们只能在鬼星上混日子。回蓝星扛麻袋起码不会坐吃山空。江凯立马就想到了大哥，那可是超级辛苦的，而且还挣得贼少，更何况她一个女孩子肯定扛不住，扛不住也要扛，毕竟她蓝星上还有弟弟妹妹呢。大哥也是这样，每次都笑着说能扛住。江凯内心大受触动，这与大哥简直一模一样。